前個幾十天，印度人又復回了與日本人的高鐵協議。想過印度人會翻臉，但沒想過會翻這麼快。在深諳殺豬盤套路的印度人面前，以狡猾精明著稱的日本人竟幼稚的像雞蛋的。你在上面看到的是本月初日本高市早苗訪問印度，從他誇張的笑容不難看出他對本次訪問的成果相當滿意。為了討好印方，高市甚至不惜自降身價，肉麻的稱莫迪為哥哥，自稱家妹，企圖借私人交情拉近兩國的關係。為了拿下這個擁有15億人的龐大市場，日本商界可謂是傾巢出動，50名社長級企業家隨行，雙方簽訂了120份商貿備忘錄。日方承諾投資2萬億日元，助力印度發展半導體封裝、新能源電站、關鍵礦產、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高端產業。面對送上門的日本人，莫迪心情大好，並且拋出宏大願景，稱雙方的合作遠期投資額將提升至10萬億日元。10萬億日元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1.2億日本人不吃不喝，每人拿80萬日元送給印度人。高市問過日本國民的意見嗎？或許這本就是場面話，誰也沒當真。一個敢獅子大開口，另一個就敢隨聲附和。畢竟10年後，誰還會記得今天吹過的牛？然而，既然簽訂了兩國協議，就不能全是空中楼閣，必須讓外界看到短期內的實質性成果。於是，雙方一致同意，將以籌建11年的孟買艾哈邁达巴德高鐵項目升級為兩國間的旗艦項目，由日方追加貸款，務必在2027年印度獨立80周年之際實現部分通車。說實話，從部分通車這一表述來看，日本人對這份協議可謂是誠意滿滿，是真的想借此向世界展示日本工程隊的實力。台上的莫迪和高市把戲做足了，一副亲密无间的模樣。可是到了實操階段，這段友誼的保質期連10天都沒有成過。7月15日，日本前法務大臣突然在社交平台上發文炮轟印度人從不遵守承諾，從推文中婺源以一個印日高鐵項目深度參與者的身份，首次揭露了談判內幕。他直言，日印高鐵之所以久拖不決，核心原因在於印方負責執行的官員毫無誠信可言，行事出爾反爾。今天答應的好好的，明天就能翻臉不認人，態度極其輕率。日方對此束手無策，只能將己方的利益堅守到最後一刻。此次高市與莫迪簽訂的旗艦項目同樣重蹈覆轍，雙方原本談妥高鐵的修建、列車採購及信號系統將全套採用日本新幹線技術，結果僅10天後，當日本新一批貸款到位，準備開工之際，印度的部長卻突然改口，列車要用印度國產的，信號要用西门子的。木原瞬間破防，合着日本人就是一个苦力，修完了鐵路就給他滾蛋，剩下的肥肉全留給印度人和歐洲人吃。他痛心疾首地向1.2億日本國民保證，日印高鐵建不好的責任完全在印方。儘管日本人在某些市場也毫無信譽可言，但是高鐵這事兒我選擇相信日本人。雙方的分歧早在2015年就已經埋下，當時日本時任首相岸本敬三與莫迪簽訂高鐵大單，印方雖然口頭承諾會全都採用新幹線技術標準，卻留下了列車系統和信號系統這兩個懸而未決的子項目。彼時莫迪承諾，只要日本子彈頭列車和信號系統能過第三方認證，印方就會採購。日本人信以為真，回國後便根據印度的土壤和氣候條件為其量身定制了E5列車。結果因高鐵項目整體進展不順，雙方在徵地、路線規劃、追加貸款等問題上齟齬不斷，印方也始終沒有給日方一個準話，到底用不用他們的列車和信號系統。到了2022年，在確認日本人不願意追加新貸款後，印度乾脆宣布日本提供的E5列車報價太高，將採用印度國產加法國阿爾斯通列車進行替代。這下日本人不幹了，表示E5列車的前期研發投入巨大，況且新幹線鐵軌與列車信號系統是深度綁定的，貿然改用其他車型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。印度人對此避而不談，只一味要求日方追加貸款並降低原貸款利率。日本人氣暈了，原先給的1萬億日元的貸款利率只有0.1%，還要怎麼降低？乾脆免息得了。隨後日本國會爆發劇烈爭吵，反對派指責印度高鐵項目就是無底洞，絕不能被牽着鼻子走，要新貸款沒門。於是項目又停擺了2年。到了2025年，印度人不爽了，決定給日本人施壓，於1月公開為信號系統招標。潛台詞很明顯，既然你們不願意給錢，開始擺爛，那麼乾脆信號系統也不用你們了。日本人見狀，忙慌為新幹線報名競標，結果毫無懸念，印方內定給了西門子公司。消息傳給日本國內，輿論徹底爆炸。日本京產省鐵路集團紛紛向印度外交部提出抗議。作為救火隊員，木原秀樹被緊急派往印度參與高層協商，結果在談判桌上，他被印度官員耍得團團轉，從此徹底淪為一名資深的印黑。日本也開始連篇累牍的痛批印度人過河拆橋，套取日本的貸款卻拋棄日本技術。今年7月，高市又厚着臉皮去印度談判，希望能緩和雙方的分歧。除了承諾10萬億投資，並且追加高鐵貸款外，什麼實質性好處也沒有拿到。印度依然將使用國產列車加西門子信號系統。唯一稱得上是突破的是，莫迪重申，只要E5列車能夠通過第三方驗證，莫迪將考慮在2030年後採購。這顯然是一場注定失敗的合作。日本國內已經湧現出大量反對投資印度的聲音，強烈要求嚴格審查10萬億的投資架構，並且在高鐵項目上寸步不讓。說實話，日本人落得今天的下場，我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。印度是個正常國家嗎？看看那些投資印度的外企，哪家沒有被割過？蘋果、小米、三星、虎象、30、豐田，有一家算一家，拿到的全是同樣
樣劇本。印度人字典裡有合作共赢这個詞兒嗎？他們每次盤算的只有如何占別人的便宜，並且不斷的向外界兜售15億人口大市場的神話。如果印度人真的有呈现，怎麼會獨立了近80年還發展不起來？為什麼他們的精英階層削尖了腦袋想方設法向海外移民？因為他們太了解那片土地了，誠實做人根本沒有出路，底層互騙，高層互騙，最後團結起來一起騙外國人。下圖是10年前安倍晉三回訪印度高鐵項目時的場景，從他迷茫的表情不難推測，可能從那時起他已經意識到日本可能踩大坑了。話又說回來，日本人有今天的下場，又能怪誰呢？天作孽犹可逾，人作孽不可活。勸日本人早日看清自己在今日世界上真實地位，不要再做某些國家的馬前卒，早日重歸文明社會的大家庭，別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。